好，感谢神。上次我们特别讲到了撒该的故事，然后呢就开始讲这个比喻了啊。耶稣讲完撒该的故事，就讲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结束以后，整个路加福音的第二大部分就结束了。然后从下一次开始，路加就进入了他的福音书的第三个大的部分，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在耶路撒冷进入他最后的服侍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这个第二大部分它究竟在讲什么？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个比喻为结束？那这个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的，整个第二大的部分从第9章开始到第19章的这里27节结束，都是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在判断，他们在等待就是以色列人在等待神国的降临。可是神的国究竟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都在讲神的国是什么。那到了第19章的时候呢，尤其是从15章开始到第19章，就特别提到说，那这神的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或者是说进入神国的人有怎样的一种特征所以就讲了很多。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撒该的例子。撒该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进入神国度当中的一个人的例子，或者是说神所喜悦的那种人，就是神所喜悦的在神国度当中可以进入神国度当中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就是撒该这样的。撒该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上次也看到了，是一个他看到自己的罪可以悔改认罪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悔改认罪成为了进入神国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然后呢，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是不是说，我进入神的国了，我拿到天堂门票了，我的这个任务完成了？你发现还没有。耶稣在讲神国的时候呢，他没有只停留在说，进入神的国就结束了，反倒呢，进入神的国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进入神的国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比喻就开始告诉我们了，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当一个人进入神的国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那同时也讲了那些不愿意进入神国度当中的人，那些抗拒神国度的人，他们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呢，等这个比喻讲完之后呢，基本上呢，关于神国度的整个大体的这个教导就结束了。然后呢，耶稣就开始进入耶路撒冷，开始走向哥哥塔，走向十字架，来真正的把神的国带到这个世界当中他就要成就这个救恩所以这个就整个路加福音它的几个大的这个结构那这个比喻呢，其实听起来感觉上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喻你读了以后你总感觉原来我们进入了神的国以后那你看这个比喻很明显的讲那个贵胄他要去德国回来给他的仆人这个每个人一锭银子，然后说你们去做生意去赚钱，对吧？赚了10锭的管10座城，赚了5锭的管5座城，没赚的呢就被惩罚了，是吧？你就这个听起来其实挺耳熟的这个不就感觉跟我在这个工作上是差不多的吗？听起来上帝好像是一个大老板，是吧？我们是他的员工，然后呢给你这个资源让你去做生意去干活，你就凭你的能耐，做的多了呢就得的多，做的少呢就得的少，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老板还有点不大一样，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做的不好，你不想干了，你怎么办呢？换老板，是不是？没问题吧？这个人也是不想干了，换老板，结果是什么？耶稣说什么？不想让我当老板了，在我面前杀了。哇，这个你听起来这个有点黑心老板怎么听起来有点像这个缅北的电信诈骗一样呢？你进去了之后，你要不给我赚钱，你想走，你走试试看，你能走得掉？你走不掉了，是吧？哇，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工作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你想一想，你为这样的一位神去工作，你会有怎样的一种状态？你说这个信主好像有点可怕，是吧？这个上帝怎么是这样的呢？那这个你绝对不会愿意在这个世界上为这样一个老板去打工的，对不对？你得有多远躲多远，是吧？我不给你赚钱，你还要杀了我，是不是？那这个很难理解所以如果我们从神国的价值观再来看这个比喻，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耶稣在论述的关于神国的这个价值观，它其实跟我们这个世界价值观我们已经讲了是完全相反的，是完全相反。那你说这里是到底他在强调什么？怎么个完全相反？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了啊。我们还是分3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我们来讲神国度当中的2种人那这2种人就很清楚了，一种是进入神国度的人，一种是不愿意进神国度的人啊。第二个呢，讲到神国度的赏罚原则，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讲了，你进入神的国只是第一步，对吧？你进入之后呢，你还要继续走这个天路啊，你还要继续的跟随神啊。那么到最后你发现，原来神到最后还有一个赏赐和刑罚的原则就是说，他不是说所有进入神的国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是所有进入神的国的人都是一样的，他还是有不一样的那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来看是不是黑心老板，是吧？那我们就要看这个事情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提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是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好，那我们就来讲了好，那这个众人正听见这些话，其实就是在讲上文讲那个撒该，我们已经讲完了。然后呢，耶稣因为要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这个很关键就是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是因为当时的群众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这个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件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犹太人认为神的国要来到是怎样的一个国呢？就是要赶紧的革命要战胜罗马帝国，对吧？我们要自己建立自己的以色列国。所以当耶稣从这个第1章开始到第9章在加利利，然后从第9章到第19章往耶路撒冷走，从第19章就开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路线是很清楚的，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什么意思呢？他们以为耶稣进耶路撒冷就要去夺权了，就要去革命了，就要去重建以色列国了，对吧？所以他们认为说，耶稣现在要进耶路撒冷了，那神的国马上就要出现了但是他们对神的国的这种认识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那所以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说那其实这个比喻就是关于神的国的一个比喻。到底神的国它是一个怎样的就是尤其是在面对他的这个国民的时候神的国是怎样的一个国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大家要知道。然后他就讲了，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你看，首先呢，讲到这个人呢，他要去做一件事情，他不是出去他是不是出去做生意或什么他是说我要得国回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那当然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说他好像需要去征服其他的国家他要让他的本来自己的国变得更大他要就是他要去去打仗了，得到更大的一个国，然后回来呢继续的来做更厉害的一个王。那这个比喻当然就很明显能够联想到，就是耶稣他作为这个我们说神国度当中的国王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其实就是要得国。得什么国呢？得这个世界的国，对吧？就是这个世界的国被魔鬼抢走了以后呢他成了这个魔鬼变成了世界的王。所以耶稣上十字架就是要干嘛？就是要打败这个世界的王，对吧？就要打败这个世界国度的这个王，然后呢把这个国呢给夺回来，让这个世界国度当中的人成为神国度当中的子民，对吧？这个比喻很清楚。但是这个比喻的关键呢还不在这里，在后面。然后呢他走了以后呢，他说他叫了10个仆人来，然后呢给了他们10锭银子，然后给了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来然后呢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其实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应该是25章有个比喻，非常的就是那个1000、2000、5000的比喻非常的类似。后面我们会特别去讲这个比喻就是在那个比喻当中，他没有讲他本国的人却恨他，不愿意他做王。可是在这个比喻里边其实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路加他其实要强调的是一种对比。
在马太里面没有对比这两种人，在路加这里非常强调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就明显这两种人就出现了。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种人是怎么样欢呼雀跃迎接他，说哇这个以色列的王来了，是吧？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大家欢呼雀跃拥戴他。可是后来呢，你发现这群人开始有怎么样钉他十字架，对不对？开始不要让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不是我们的王。所以你看，其实接下来耶稣要发生的事情啊，就在这个比喻里面就展现出来了，就是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他的这个仆人哈，就是他是这个在他的国当中的，他是属于他国的国民。另外一种人呢，虽然他也在这个国当中，但是呢，他们不愿意这个人做他的王。也就是这个比喻，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了。然后呢，有一些人已经进入神的国了，那他们进入之后会怎么样啊？接下来会看。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不愿意，他们抗拒，他们抵挡，那他们又会怎么样？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这个比喻的两种人。那他说，那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主人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令的，对吧？他的命令是什么？就是你们去做生意。好，所以当这个主人给了仆人一个命令去做的时候，按道理来说，这个仆人应该怎么做？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啊，他们是有奴隶的嘛，有这个仆人，其实原文就是指奴隶嘛，对吧？那么奴隶呢，他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所以当主人对这个仆人去让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得去做，他必须要遵行他主人的意愿，这个才行。那到了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对吧？我们是他的仆人。保罗也用同样的这个字，这个仆人就是这个 slave， 这个奴隶来描述他跟主的关系。所以这个比喻也很清楚，就是当主人吩咐仆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仆人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称耶稣为主嘛，那我们就是他的仆人，对吧？那当耶稣吩咐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当他说你们去做生意的时候，这些仆人就应该去做生意就好了嘛，对吧？所以那个人他不愿意去做生意的，这个才是关键。后面我们会说他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才能不够，能力不够，赚不到钱，所以主人很生气？是不是因为跟这个钱相关？我们后面会来看。所以就给他这个仆人去做生意了。好了，然后呢，接下来讲到神国度的赏罚原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我们进入神的国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跟随神，对吧？追求神。那么每个人跟随神的脚步有不一样，有快有慢。那么这个结果是怎么评判的呢？那这里就来了那他得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人。这里讲到他得国回来，就明显是指什么呢？耶稣第二次再来了，对吧？就是说耶稣他去征战嘛，他去打败这个魔鬼的国，是吧？那现在呢他已经完全的得胜了，他现在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是耶稣再来了。他再来以后他要干什么？他要执行他的赏罚。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两类人的赏罚，一类人是什么？是他国度当中的仆人，对吧？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不愿意进入他国度里面的人，抵挡他国的人这就是两种人。那所以首先是面对第一类人，就是这些人都还是这个仆人，还是这个神国度当中的人，然后就问了，我给你了一个命令嘛，让你去做生意嘛，现在我来看看你做的怎么样嘛。然后他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我们先看这两个因为那个一定的是在这个仆人里面好像还分两种一种就是很忠心的去履行了主人的吩咐，另外一类人呢是他有了主人的命令，但没有去做只听到了没有去行。我们首先看第一类这一类人，这一类人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神原来赏罚是这样的，就是你赚得多，我管的城就多所以我就想了，我以后可以管几座城，是吧？是这样的吗？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你想想这里面重点是什么？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来，把家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啊，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跟这个是基本上是姐妹篇哈一样的。然后5000就赚了5000，2000又赚了2000。其实跟这个很像，你发现一个共同点没有啊？他说你有赚了5锭管5座城，赚了10锭管10座城，这个在讲什么？他为什么没有说那个赚5000的是赚了4000呢？他为什么你就想你会问啊？如果我没赚到5000会怎么样？或者我赚6000怎么样？圣经为什么没有讲这些呢？对不对？那好像圣经只讲的这个场景就是5000赚5000，2000赚2000。那如果我没有赚到5000呢？如果我超过了5000呢？圣经为什么不说呢？关键就在这里，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其实并不是钱本身，不是上帝鼓励我们说我有5000我就要赚比5000更多或者怎么样，或者如果我赚了4000就不行或者怎么样。这里面的数字的一致性就是5000，2000，他在讲什么？如果用保罗的话说，你一下就能明白了。保罗呢，他其实讲了好几次我就举个例子，比如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就讲了，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是要叫福音兴旺所以他做这一切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然后呢，有个目的是什么？他说让你们行事为人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看那个5000，2000，2000或者这个5锭5座城10锭10座城，他在讲的一个是个 match 的问题，是在讲一个匹配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的行事为人有没有跟我所领受的福音相称、相匹配？这个才是核心，而并不是说我是不是真的是赚钱赚了多少。那个比喻的关键不在于那个钱的数字是多是少，他在讲的是一个 match 的问题，你是不是相称？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神有给我这样的要求，我要去这样做，可是呢，我跟我所行的呢，跟我所信的呢不相称，那这就会出现问题了，对不对？就如果我行事为人还不如那些不信神的人，那我怎么样能展现出在我身上的福音呢？怎么能让福音兴旺呢？所以你看，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就是说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们有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这个又要回到一开始我们讲了你进入神的国，那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对吧？神的拣选。可是当你在不断的跟随神，为这个福音，你得到这个福音了你要不断的要这个继续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需不需要付上努力啊？你要对付你的老我，对付你的罪，你要不要这个付上精力啊？要不要付上代价？你跟随主走十字架路，你要不要付上代价？你当然要，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在讲，你进入神的国之后，你要努力的跟随神，你要努力的让你行事为人和你神给你的福音相称。神给了你5000，你5000赚了5000；谁给你2000，你赚2000，并不是说这个赚5000的就比赚2000的好，他是在讲一个 match 的问题，你相不相称？如果你的行为跟你的这个神给我们的福音不相称，这个就是会出现问题。那这里的问题又来了，那怎么叫相称呢？怎么叫相称呢？那上帝这个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按照什么标准来评判这个相不相称？那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其实看刚才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就其实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他说你看他的这个夸奖其实跟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的夸奖是一样的那这个夸奖是什么呢？就是说好，他说你这个良善的仆人，他说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理由吧，对吧？就是神奖励他的一个理由。所以神是按照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标准来执行这个赏罚呢？你这不讲的是什么？忠心嘛，对吧？所以他怎么展现出他的忠心？就是他的行事为人跟他所信的相称嘛。所以这里面你不要把它搞反了你知道，刚才我们讲那个黑心老板的问题，黑心的老板他只关注的是你的 performance， 你给我赚多少钱，这是关键。你赚不了那么多钱，
我不看你的心怎么样，你这个给我业绩达到目标才算可以，对不对？可是神看的不是这个，你10锭，或者是赚5锭，或者是赚5000、赚2000，那个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关键的是在于你里边的心。神看重的是这个心，你的心是怎样的？如果你的心是有对神一颗忠心，你爱他，你愿意跟随他，愿意服侍他，那么你的这个行动是会自然而然展现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颗心啊，你外面做的再好，就像耶稣说的，对吧？那些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说吗？很多人跑到他面前说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异能，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结果呢，耶稣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耶稣不是看到你的这个心，不是按照你所谓的 performance 来去评判你的价值，他看的是你的心啊。所以你不要把它搞反了哈，这个因果不要搞反。所以耶稣夸奖他，最看重他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忠心。而他的忠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耶稣让他做生意，他真的去做了，他听了这个主人的话，他遵行了主人的命令，就是这样啊。所以耶稣也说，对吧？如果你这个什么叫这个遵行神的，就是神所爱的呢？就是你遵行神心意的人，就是这个神所爱的，对吧？如果你是说你只是知道神的心意，你知道神的命令，你知道神的要求，可是你不愿意去做，那么从本质上来说，那个你的心呢，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对神有抵挡。所以这个就牵扯到这个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你赚了10锭、5锭，还是3锭，还是2锭，还是1锭。这个不是神按照这个最后好像是说来好像很功利的来看一个人最后的一个样子，而是呢看你是否有这样的一颗忠心，而这个忠心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展现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他赚了10锭，我赚了5锭，是不是？我们这里比来比去，我们没有必要去比较啊。神看重的是你的行为跟你所信的福音有没有 match， 你不要跟别人比啊。所以如果你的行事为人能够跟你所信的福音相称，那么你就是忠心的人，对吧？那就是没有问题。那然后还有一种呢，他们也是神国度当中的人啊，花了很长的篇幅在描述这一类人，就是这个拿了1锭银子的，他也领受了神的恩典和福音，他也领受了神的命令，然后他做了什么？他是妹妹做，他就把这个，他说我拿手进包子啊，那个1000的人是把那个钱就是埋到地里面，是吧？然后还给了一个理由，他说哎呀我是怕你很严厉，就像你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样猛的一听这个比喻，真的觉得这个是黑心老板是吧？你很害怕我跟在这种人底下干活是吧？我害怕啊！你没有放下我，你还要没放的你还要拿，没种的你还要收，啊，就表明什么？表明说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就是你这个老板太坏了，是吧？你对我的要求太高，啊，我不想那个啊。好，然后呢，结果神怎么样来回应他？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他不去干活的理由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呢？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因为为什么不说他没有能力？因为后面你看这个主人对他说：“你不能存银行吗？跟那个5000、2000、1000的一样。那你存了银行，你还能收利息呢，对不对？你存银行和你放到地里面有什么区别？你就不干活，是吧？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去这样做？哎，这个才是关键。所以神其实不是关心你是不是真的赚了那点利息，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有没有真正的遵行我的命令。因为我给你的命令很清楚，是让你做生意，我不是让你把它埋起来。可是你为什么没有遵行我的这个命令？这个是关键，不在于你是否赚了多少钱。如果这个人只赚了1锭银子，我相信神给他的评价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他还有理由，他理由是什么？他理由不是说我没这个能力，他理由是谁？他怪谁？他不做的这个理由是他怪神，他怪这个主人，对不对？他说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我怕你所以我不做这件事情，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等一会儿你看这个主人的回应就是这样你怕我，你不应该去做吗？对不对？你如果你怕你老板给你个命令，你怕他，你还不去做？你不去做就表明什么？
表明你根本就没有把主人的话当回事儿，你根本就没有把他当成你的主，就这么简单。你还想找一个好的理由推脱，是吧？所以这个耶稣后面就讲了，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啊，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来还要去拿，没有种下来还要去收，对吧？”他说这就是他的逻辑啊，主任逻辑就是：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你既然怕我，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你为什么就是你把它存起来，也不需要费你什么劲，跟你放手绢里面是一样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这个主人就点出了他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讲白了，你就是不想听我的，你就是不想顺服我，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不要找理由啊！你还说我怕你，你怕我你就更应该去做啊！所以呢，这里主给他的这个叫什么？一个定性哈，是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恶的仆人。好，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探讨一个人进入神的国以后，他怎么还能够像这样的一个一定银子的人一样哈？好像这个感觉有点不大对哈。就是你都信了神了，跟随神了，你怎么神让你做的，或者是你还不好好的听神的话呢？其实这个一点也不让我们诧异，对不对？在我们生命当中，进入神国度当中的人，有没有像这个人一样的人呢？其实有很多的。那这样的人的结局是什么？这个人的结局跟最后的那一类人就是第二类人，那个不愿意进神国度当中的人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是吧？那这一类人的结局是什么？如果你从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我们不能做太多的延伸。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做合理的这个猜测，就是说，你看保罗其实有提过这类人他们的结局。他说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了，他说你看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恩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那我们就开始上面建造就有点像哈，神给你这个恩典，给你福音让你去做生意了。但是他说呢，每个人要谨慎怎么在上面建造。他说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这完全靠耶稣基督的工作。然后我们在上面建造，这就表明我们进入了神国以后，我们该怎么建造我们个人的工程那有的就10锭的就去赚了10锭，5锭的赚了5锭，对吧？那这里就讲了，他说有人就用金银宝石去建造，还有人呢用草木禾秸在建造。然后呢，耶稣要来了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然后怎么样呢？神就开始执行他的这个赏罚，对吧？他说什么？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所以你看，信主了之后，那个不是结束，那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个开始是什么？我们在基督的上面不断的建造，然后建造，然后到最后呢要交账。那神要验我们的工程，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怎么样来建造然后他说如果人能够在那个根基上建造，如果存得住，他就要得到什么赏赐。这个不就跟刚刚的比喻是一样的吗？对吧？他赚了5锭，赚了10锭，他要得赏赐。而如果人的工程被烧毁了，他说他就要受亏损，但是呢自己却要得救。就是说这个跟救恩还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就是说没有说因为你做的不好你就不得救了你就这个从神的国给你踢出去了，倒没有但是呢虽然得救，却像在火里经过一样。什么意思这个跟那个等一会儿我们看了最后那一类人不得救的人是完全不一样。那他们是要在神面前被杀，对不对？要被受审判，最后承受地狱的刑罚，那是永远的死亡。可是对于这一类仆人，在神的工程，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但是他们不忠心，他们是恶仆人，他们也建造了，他们建造的看起来很大，草木禾秸，但是呢这些工程最后呢存不到永恒，被烧掉了，他们自己会受什么亏损？那你说具体的亏损从火里经过一样到底是指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你从火里经过一下，感受一下，你就知道是什么样子了所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这个赏罚原则，它不是说
我们只要信了主了，进入神的国，大家都一样的，不是一样的。那最后得到奖赏赏赐或者是这个神的这个验收的时候的这种刑罚，它是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工程，我们建的工，每个人建的不一样，对不对？也正是因为每个人建的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受的奖赏、受的这个刑罚也不一样。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来去在这个根基上呢去建立，我们就要思考，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在做金银宝石的工作，还是在做草木和解的工作？那你说这问题又来了，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忠心，怎么样是忠心？那我们所行的要跟我们所信的相称。那我们所行的怎么相？什么叫我们所行的？那这个就很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讲我们基本上就给我们如果你看圣经，你可以把它分为2个大的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告诉我们要信的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信什么，对吧？你要信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另外，圣经里面还讲了很多我们要行什么，就不仅是你要信什么，还要行什么，对吧？而要信什么和行什么都是很多的，这不是1、2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但是呢，这里面他用金银宝石跟草木和解有做一个对照，那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感受到差别。如果你看金银宝石，你们都看过是吧？谁没看过金银宝石？谁也都看过草木和解，你觉得它们的区别是什么？金子这个银宝石，它们你看到金银宝石的时候，你和草木和解，你看到这个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对，就是你哪个值钱，哪个不值钱嘛，对吧？是不是嘛？一块金子很小，但是可以买多少草，对吧？那这个里面为什么你说这个金银宝石这么小一点点，为什么它可以买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的草木和解，它怎么都比不上那一点钻石呢？为什么？关键是什么？这个当中的区别是什么？想想看，价值。为什么这个价值高？当然这是举的例子金银宝石，这是从我们人的角度说，这个金银宝石的价值比草木和解高它是用这个来帮我们理解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个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如果做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的这种思想，如果是讨神喜悦的，跟神的国的价值观是有这个是 alignment 是一致的，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在因为你看重神所看重的嘛，对吧？你神所看重的这个是有价值的嘛，那你也看重这个有价值的嘛，所以这个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呀。可是如果你看重的东西，你所认为这个很有这个价值，可是在神眼里来看就是草木和解，那你花更多的时间去建造这个东西，那你想想看，那你后面到最后上帝验收的时候，你当然就没了嘛，对吧？所以这个金银宝石的工作，它和草木和解的最关键还不在于它的这个体量大小或者关键它们的区别是在于它的价值本身，而这个价值谁来定义的？这个很关键。当然这个金银宝石的价值是我们人定义的，而保罗用这个比喻是说明我们要去追求神所定义的那个好的、那个有价值的。而在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神国度当中的价值是对神的忠心，而神所看重的就是这个。所以你不要去看你的行为，好像说我这个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你首先要看你的心在神面前，你是不是忠于他那最后呢，就讲到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就是自己那个仇敌不要做王的，把他们拉在我面前杀了那这一类人呢，就是抵挡神的他们不愿意进入神的国的，那最后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虽然我们时间不够但是我还是要讲一讲因为你会发现在这里面这个赏罚原则，我们就看这个赏罚原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人他本来神给了他这个一定，然后呢神做了一件事情，把他这有的这个夺走了，给了那有10个的10定的并不是因为那个10定的赚的，你说怎么不给那个5定的呢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把他原有的这个东西这个拿走了，给了那个这个更多的。然后有人就说了，
哎，那个他主人啊，他已经有事，他已经很多，你怎么还给他？然后这个我们今天题目就讲了，这个规则哈，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你可以联想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他受的亏损，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本来以为你还有的，你都亏了，你都没了啊。而那些呢，为神来去做工的哈，得到奖赏的，他们会得到的更多，就是超过他们所做的，超过他们所求所想。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在这个奖赏当中哈，就你会有点觉得这个不大公平，会觉得这个人本来也很可怜了哈。因为在我们来看哈，我们会觉得，你读这个比喻，有点觉得这个主人好像很严厉啊。那到底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好像说，你看我本来就没有，你还把我夺走。到底这个价值观，我们刚刚讲那个不断在提这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啊，我这里就要给大家讲讲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想问大家，那个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连他所有的这句话，这个他所有的，他是怎么看待他所有的？你要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讲，神是看中心嘛，对不对？上帝给了他每个人一锭银子，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也就是相当于一开始啊，我们的起点都是一样。那两个人怎么看这一锭银子，和这个人怎么看他所有的这一锭银子，有没有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你仔细想，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最核心的地方。就是那些主人，那两个人，对吧？拿了这一锭银子去赚钱嘛，一个赚10，一个赚5锭。他们一开始是怎么看待这个神最初给他的这个一锭银子？他怎么看这个？他把它看成一个什么负担吗？看成一个什么看啊？这是我的了，是吧？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啊？他怎么看待这一锭银子？他首先他清楚的知道这一锭银子是他主人托付给他的，他是一个管家，他知道他要主人给他的命令，让他去管理这一锭银子，对吧？要他去做生意去管理，所以他怎么看待这一锭银子，是跟他怎么看待这个主人息息相关的。所以他认为说什么？这一锭银子是什么？是神所托付给我的，不是属于我的。我要用这一锭银子呢，去为我的主人去工作。好，那这个是很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把它去为了神来做。而那个人，他不去干活的这个人，他是怎么看待这一锭银子的？他把它藏起来。他是不是觉得说，哎呀，神给我太少，我赚不了那么多钱，你给了我资源太少？或者是说，哎呀，这个我好像是说这个我到底我该怎么去做才能讨这个主人的喜悦？我要赚多少钱他才够呢？这都不是关键。这个关键是在于这个人他的对这个主人的回答，展现出他里面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主人。他根本就不把上帝所给他的这一锭银子当回事，他根本就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重要性。讲白了，他就不想，就跟那个不想让我们做王的这一群人啊，真的是非常类似的，在这个当中，所以这一类人也是很危险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就讲白了，就他不想让我不想让他做我的主，我不想让他做我的主。我觉得我已经过得很好，我不需要你这个一锭银子，我不需要为你做什么。这种比喻你不要忘记了啊，这个比喻整个的上下文，尤其是我们上次讲的撒该，他是在对哪一群人讲？当那个整个的人群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势力，就是什么？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认为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东西，需不需要耶稣你给我的那一锭银子了？我还需不需要你给我这一锭银子？我不需要，我很好，我的义，对吧？我的行为，我做的什么不比你们好？是不是？我为什么还需要你给我一锭银子，让我去为你做生意啊？凭什么？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说，
就是这种，就是说我认为我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了，就是连他认为他有的东西都要夺走，什么意思？就你以为你为神做了这些，你以为你有这个义，你自以为义，对吧？你以为你那个，但是这一切在神的审判当中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夺过来。归根结底是那个价值观，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主人，你的这个价值观出了问题，你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所以才会导致他的这个行为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关键还是什么？还是你的这个对神的认识，这个思想层面的。我最后举个例子哈，我想就结束了哈。我以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我们来看历史，我们来让大家更加去感同身受一下，什么叫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以为他所有的还要夺走。这个我刚刚讲了，最核心的那个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不以神为神，不觉得神有，不觉得还有什么重要性，反倒觉得自己自以为意，觉得自己了不起，不需要这个主人，这个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那这种价值观呢，其实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中国历史当中，那展现的叫淋漓尽致。其实，在这个18世纪末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然后呢，英国就已经发展很强了。那时候他们就派了一个使团当时的那个使者这个马格尔尼就带了英国的使团，带了很多西方先进的这些东西来，去找乾隆，见乾隆。他们当时来见乾隆是想要说，我们要跟清朝建立这个友好关系、平等关系做生意嘛，是吧？然后呢，向你展现一下，你看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很高了，很厉害了希望你们也可以这个不断的发展起来。所以他们才把真的是掏心掏肺，所有最高精尖的科技全部带来了。带来哪些东西呢？带来了，你看有什么了？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当然康熙的时代就已经有望远镜了，可是那个望远镜很特别，是牛顿改良的。那个望远镜可以看到其他的星，可以看到星云，看到其他的星系。就在那个时候，你想18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能够知道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这个太阳系里边，银河系的还可以看到其他的星系。那个对当时的人的冲击，对于这个世界观是很大的。还带了一个热气球，那个刚刚发明热气球，可能还不到10年的时间，那是人类第一次能够飞到天上去，他们还带了一个热气球的操作员，都一起带过来了，让这个就是说让你们看看这个人可以飞这个没见过吧？让你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还带了这个当时英国国王还给他送了一辆马车，那个马车呢也是非常先进的因为当时中国的马车都是没有减震的那个人家那个马车发展出了这个悬挂系统，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当时那个路又不好所以你知道皇帝出门都不想坐马车，因为那个脑子都给你颠成脑花，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减震系统所以皇帝出门都抬轿子舒服，对吧？人就减震了所以人家那一套那个马车呢，你坐上去了，那个是完全体验感不一样的，还带来了整个全套的英国的那个军舰的模型，整个的这个还包括说明书全部都给你配套的，还有那些枪械、火炮，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了。可是你知道，你想想看，那个是当时的中国跟世界接触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然后呢，面对这个英国的这么多东西拿过来之后，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就是你来见皇帝的时候，你得下跪你怎么不跪呢？然后那个马格尔尼就说：“我是代表英国来，我们两个国家是平等，为什么要跪你呢？”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个中国来说，那这个我们是天朝上国，你们都是当时称英国是什么红毛国，都那些人都是红毛国，你们来了我们天朝，你们不下跪，不行，必须得跪所以后来这个马格尔尼就妥协，单膝跪地反正搞得乾隆就不高兴了，就是带了这些东西看都不看。然后呢，当时说我们这个气球，这个热气球这么先进的，你坐上去，你就会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上东半球第一个升到天上的人当时和珅听说什么有个气球要飞到皇帝头上，不行，这个不行。然后说那个马车你坐上去，你马上就能感受到这两国的差距了
你几千年没有这种发明出这种马车，你去坐一下。结果那个马车一来，发现，哎，这个马夫怎么坐那么高？啊，我皇帝坐后面，屁股都对着我，那怎么行啊？皇帝这都抬着轿子，皇帝在上面，对吧？你马夫怎么能坐得比我皇帝还高？不坐。然后呢，那些带来的那些所谓的这些武器啊，那些先进的全部就放起来，啊，所以直到这个你知道后面其实没过多少年，1840年鸦片这个战争就开始了。后来当他们那个你知道八国联军攻入圆明园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在他们那个仓库里面就保留了就完整的所有的这些最先进的这些火炮系统，包括说明书，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这个当时可以说他们最高精尖的东西都给了这个清朝。当时他们打前的时候就奇怪说，哎，这几十年前就已经给了清朝这么先进的武器系统，他们怎么不用呢？他们想不明白。他们想不明白，他们怎么还骑着马拿了个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这几十年前给你这么先进的武器，为什么不用？他们理解不了，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们想想什么原因？你看中国历史上就归结原因了。后来呢，这个鸦片战争发现被打了，然后就归结出什么？哎呀，我们是因为武器落后所以在器物的层面说我们物质不行，我们这个枪炮不行，我们就赶紧发展大力发展这些武器系统，结果建立了北洋水师，当时整个亚洲最厉害的水师。结果呢，跟日本甲午战争打完之后怎么样？全军覆没。最后发现不对，武器比他先进还是打不过。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制度问题，改革政治，戊戌变法。结果呢，不成功。后面继续改革，辛亥革命，差不多终于把这个清朝皇帝这个赶下去了。可是那个皇权思想还在不在？这种认为我们是天朝上国的思想还在不在？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思想还在不在？还在呀。所以虽然这个后来民国建立后面我就不说了一直到今天，你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器物上改革不成功，在制度上改革也不成功。其实关键是在什么地方没有改革好或者什么地方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思想层面，是我们的价值观层面。你的这个思想层面、价值观层面你不改变，你只改变制度，你只改变外面的这些器物的层面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他当时的乾隆给的这个英国的回复，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不需要跟你们做事情，我们什么都有，就是我们什么都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连你所有的都被夺走了，你还有啥？就是这种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根本不愿意去看别人的不愿意听别人意见的，这种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而这种思想，我为什么今天提这个思想？因为这个是跟法利赛人是一模一样的。你说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行这么多神迹奇事，看到这位王，对吧？这么了不起，就像当年乾隆说：“你看一看呀，你看看人是怎么飞上天去的，你看看这些这个坚船利炮，对吧？你难道不反思吗？”后来有历史学家就说，其实当时乾隆不是不知道，他们就是看到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他们出埃及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亲眼看见神的神迹奇事，他们也不愿意信。所以这些人不是可怜，这些人不是说哎呀，你看我怕你，我做不好，哎呀，我赚不了那么多钱，你看你还审判我，还把我有的夺走了。不是的，这些人从本质上就是拒绝神的，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在那里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对我们中国文化来说，没有受过这个基督教文，因为呢英国这些西方国家，他们是受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的这种改变，才带来他们制度的改变，带来他们器物的改变。可是我们没有我们受的这个儒家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的这个人批评不得，那个人说不得，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反思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问题？我们怎么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呢？我们怎么能认识到说我主是我们的主怎么能认识到这一点呢？所以这种思想它不仅是影响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华人文化里面的人，一直我可以说就是成为了基督徒，也还是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别人一说你要认罪悔改，一说你是罪人，一说你的问题的时候，你马上接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我们以为我们有的，我们以为我们做的很好的，有一天如果我们在神那里不忠心，不好好的去面对他，不这个真实的去面对他，连我们所有的也要被夺走。而那些真正敢于面对自己的，面对自己的罪，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跟随神，哪怕我做的不好，我在神面前承认，我愿意来求神来继续帮助我们。而这样的人他不觉得他有，可是神要把他这个给他的是超过他的所求所想的，就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是很难的。我说你说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你看到要想对付这种思想，对付这种价值观，几千年来都是很难对付掉，更何况我们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要对付这些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真的是成为一个中仆，而不是这个恶仆。最后简单的总结第一个，得救呢只是进入神国的第一步进入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第二个，神是按照忠心的程度来去执行赏罚。第三个，如果那些抵挡神的不愿意进入神国的人，不愿意接受神做王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你不会觉得是可怜，这是他们硬着心所选的这个结局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